所以我给这3缸酸菜找了一件非常适合他们修行的 T 恤，罩住，上面写着8宗罪：暴食、色欲、贪婪、暴怒、怠惰、悲伤、自负、傲慢。让他们好好想想，在这里反省一下，为什么上次没有成功。这次的酸菜思想觉悟一下子就变高了，有没有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罐罐的厨房实验室。对，没有错，我又来做酸菜了。我这次要是再不成功的话，我就放弃了。我上次回台湾，我以为自己镀了一层酸菜的金，回来啊，雄心壮志的做了一次酸菜，失败了。虽然我没有拍出来，但是大家看我直播的时候，我展示了我失败的成果，然后大家都说，这酸菜好恶心啊。但是我今天觉得我又行了，因为我找到一位博主叫玉炉小学堂，一个台湾的姐姐啊，她做酸菜，她教的酸菜清楚、简单明了，所以我今天我又要尝试一下。最关键的是，我觉得成功的关键呢，就是我和她有同款的这个玻璃罐哈。而且这个姐姐的方法呢，她是可以一次性做3种不同的酸菜，所以我准备了高丽菜，也就是圆白菜，还有挂菜，也就是大芥菜，还有大白菜。那第一步呢，就要先把这些菜请到户外去吹吹风，不要暴晒哈，就是吹吹风，让它脱一下水。脱水的目的呢，就是让它在塞到这个罐子里的时候不那么脆，因为它脱水以后它会变得稍微软一点，就折的时候往下压的时候它就不会碎掉。所以我们现在先送它去户外 SPA。我们在户外 SPA 的菜已经被请回来了，今天时间比较晚了，所以晾的时间不是很够。但是呢，肉眼可见这个菜已经没有刚才力挺了，已经软趴趴了，所以我打算硬塞进这个罐子里。那个台湾姐姐做酸菜的秘诀呢，就是这个噔噔噔噔养乐多，所以我准备了3瓶养乐多。然后呢，我另外还准备了豇豆，今天用同样的方法来做酸豆角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就要用高度白酒。当当当当，58度高粱来把我这2个玻璃罐子涮一下，消毒，不是涮一下，消毒，开心的啊，好兆头啊！我先每一个加一点，然后涮一下。我们的变态小手套一定要戴好了。我们现在开始往里塞这个芥菜，压压紧，压压实。真的就是硬塞，高丽菜是必须要有的。我觉得这个方法我很有信心，而且我觉得我很期待，因为它能一下子做出3种。那个玉炉小学堂那个姐姐她做的时候，就是这3种一起塞进去，还不错啊，塞了这么多 ，OK 的。剩下这些。就剩下半颗白菜，还有一个这个了，我们就可以塞到我们那个方的盒子里。刚好我今天洗菜的时候呢，有一些外面的叶子掉了，然后呢不是很整个，我可以一起腌在那个泡菜盆里，完美。本来呢，我这些菜总共是4600克，然后我准备了140克的盐，它就是3%嘛。那我现在就把它拿出来1勺，管它反正1勺多少呢，我就把它拿出来1勺，因为毕竟，这3块菜没有放进去的话，还是有差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就是差不多3%的盐，然后我先加点水把它融化一下。我也没有完全按照那个姐姐的步骤，但是大差不差，主打一个随意。我是发现了这个做酸菜，你看一传十尚轩的妈妈做的都很随意，曼曼教我做酸高丽菜也都很随意，人家都能成功。我天天又是拿这个称，又是拿那个称，就是不成功，所以还是要随意一点。我们先把它这个浓盐水倒进去，
加点水，继续涮一涮。呵，这盐这么浓稠。现在呢，要加入2瓶养乐多，上科技了啊！上科技了，因为这个养乐多呢里边有益生菌、乳酸菌。乳酸菌呢就是酸菜发酵的一个重要菌种，这里边有各种的菌在里边，我们给它加强乳酸菌，让它打赢其他的菌，就能发酵成功。我觉得啦，富贵那个表情，那个各种皱眉头，他还不信任我，他觉得我成功不了，他觉得我要毒死他。然后我们把这个水加到满，加到没过这个菜哈。然后我们往上压这块石头，但是这块石头我感觉有点大，可能压不进去。哎，这个石头这不就压进去了吗？可以了。这石头这就算压进去了，它只要把这个菜啊整个没到这个水里就行，然后我再往里再加点水，因为这个菌啊是厌氧菌，如果它有空气的话就容易长毛，所以呢我把它压上压实，与空气隔绝，让它在这个水里慢慢发酵。具体的这个原理哈，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姐姐说的。我现在已经不讲究原理了，我只讲究成功，我只要求成功。这一锅咱就做完了，然后我们下面来做酸豆角。我觉得我这次真的能行，我这次要再失败的话，我就不搞了，我就真的不弄它了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把这个豇豆坨吧坨吧，全吧，全到这个瓶里。我可爱吃酸豆角了，酸豆角炒肉当咸菜都好吃。我这个刚才忘了一步，就往里加个酒。我把这个打开，从这个缝里面再加点高粱，一点点。哦，这个我感觉真的是很有可能成功哦，很有可能成功啊，富贵。我跟你说，我要是成功了的话，呵，我以后这出门我也叉着腰，我也跟你一样叉着腰，骄傲的很。我深深的感觉，等你成功了，我就不爱吃酸菜。真不会聊天，像你这个情商这么低的人，怎么讨到老婆的？真的是太不会聊天了。我一定会成功的，我这次我真的会成功。豇豆放进去，塞到这里边以后，我们要往里放点花椒粒、蒜头，还有小米椒、辣椒，这样增加它的风味，增加一下它的风味。同样的方法，加入3%的盐。哎呀，其实用淘米水也可以，但是我实在是懒得弄淘米水。然后我们就要往里加入足够的水。刚刚好哎，然后再加一点白酒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就把它盖上盖子。酸豆角，希望可以成功。养乐多，把这个养乐多晃一晃它。呵，这感觉一下子就跟真事儿的似的啊！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和那些菜叶放到那个方方的泡菜桶里。
朋友们，我把刚才塞不下的高丽菜还有掉下来的叶子塞进了这个泡菜桶里。这个是我上次在韩国超市买的。我觉得它很厉害的一点是，它里边有一个这个板儿。这个板儿呢，它是四周是密封的，它完全就是起到了石头的作用，就可以把菜完全压进这个水里，而且是完全隔绝空气的。它中间这个红色的呢是一个气孔，它可以把它拔起来，如果里边产生气体的话，它可以放气。那上次我买的时候就有朋友质疑说这个是塑料的嘛，会不会有塑化剂的问题？我是觉得韩国人做泡菜这么多年，他能研制出这么一个桶，是不是也会考虑到塑化剂的问题？而且它都已经进化到不需要石头，只需要这么一个板儿来提高泡菜的成功率，应该这个东西不需要我来担心吧。我看那个姐姐说，酸菜发酵的最佳温度是30度到40度，所以最好是把它们放在有阳光的地方，比较温暖。但是呢，又不能有阳光直射，所以最好是盖一块布。然后我给他们找了一个非常适合他们的 T 恤，上面写着8宗罪：暴食、色欲、贪婪、暴怒、怠惰、悲伤、自负、傲慢。让他们好好想想，在这里反省一下，为什么上次没有成功。这次的酸菜思想觉悟一下子就变高了，有没有啊？大家好，我的酸菜盖着这个黑色的 T 恤，在角落里独自炼化了3期21天。今天成败在此一举，我们要看看它到底成没成功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看一下哈。看着好像不错哦。然后那块大石头已经自己沉到下面去了，它已经不是在上面了。我们现在打开它，闻一下味道，因为我们之前做的不是失败了那几次嘛，一打开是那种臭味儿，所以我现在有点紧张。好像是酸菜的香味儿哎！之前我一直看那些教程说什么一打开是有那种酸菜的香味儿，我一直不知道酸菜的香味儿是啥味儿，原来就是这个味道。富贵，你闻闻，是不是？酸菜那种香气了。因为我加了2瓶养乐多，所以它的水稍微有点浑浊，但是这浑浊是正常的，它的这个乳酸菌都现在已经沉淀到下面去了。我们现在把它打开来看看，我来把这个酸豆角也打开看一下。蓝精灵也很兴奋，他在玩游戏，玩他的玩具，拿着他的球在那甩。然后我们现在把这个酸豆角也打开看一下啊，这酸豆角更加浑浊一点，因为它，你看它的这个乳酸菌都在底下沉淀着。这个也是香的，而且它还加了一些，因为我里面加的蒜头嘛，所以它里边还有一些蒜的香气。4种酸菜，不同的酸菜啊，我们一个个把它拿出来。这个是高丽菜，真的很香哎，我可能成功了，朋友们。让我尝一下吧，我是不是应该尝一下它是不是酸味儿？哦，对啊，应该先测一下，但是它是真的酸，真的酸，因为之前没有酸，我之前一直失败，就是因为都没有变酸。哎呦，这个是真的酸。我先保险起见，我先测一下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哈。这个是酸豆角的，先把它放在旁边。这个是酸菜的。放在旁边，它2个颜色基本上是没有颜色的。我记得上次我做失败那一次，一蘸下去1秒钟就全部变成紫色的，就它的亚硝酸盐含量太高了。说这个泡菜的亚硝酸盐含量是要在20天以后就会慢慢的降低，所以现在我是3期21天，完全没有颜色。等一等吗？好，等一等，等一等就等一等。富贵非常的严谨，他要我等一等。在等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我先把这些酸菜都拿出来啊。那我这个水就是老卤水了，老酸水了。
我以后再做就可以用这个水直接泡了，这个是可以一直用很多年的这个水。真的，我不骗你，我不骗你，我真的不骗你。富贵觉得我，来看看这个酸白菜，看看这个酸白菜，漂不漂亮？你看它还是非常的扎实，它不是那种就是上次那种有点烂了、软了、臭了的那种感觉，哦，味道也是非常的香。等了一段时间，它这个试纸还是没有颜色的，所以现在是可以在安全范围内食用它。好，你试纸没有过期吧？没过期，到2027年。你怎么就这么质疑我呢？啊，我做每一步你都质疑我，你吃不吃今天？吃。我们现在把这个泡菜桶里的也拿出来，它这个呢上面有一层白膜啊，它这乳酸菌没有关系，因为它上面空气接触的比较大比较多，然后我就可以把水加进去，然后用这个水流把它冲出来，然后里边这还有一个板，所以里边应该是没有膜的。把这个膜整个洗干净、冲干净，我们再来去把底下的这个密封盖儿给打开，打开它。哦，这个也很漂亮哎。这个的泡菜的香气也很重。这一桶里呢，我当时放的都是一些就我洗菜的时候掉下来的叶子，也成功了，居然。来，我来测一次，测一次。也很香。试试啊，冲进去。肯定也是没有的嘛，因为如果是它含量高的话，一下子就变色了。我现在就等着它是白白的。来，展示一下我的研究成果啊！这次真的是大大的成功，我非常的兴奋。来，每一个的颜色啊都非常的漂亮，然后呢也非常的酸，非常的香，从颜色、气味到手感都是一个成功。我太骄傲了。刚才富贵说：“哎呦，这次看着好像挺像模像样的哈。”然后我的酸豆角也是很漂亮，有没有？我这次总共腌制了4种菜：芥菜、白菜、高丽菜，还有酸豆角。我现在就要分4次把这4种菜做成美食。今天我们来做酸菜馅水饺。面粉里放盐，放水，搅拌。现在和成了一个比较硬的面团，我们盖上保鲜膜，放在旁边醒一下面。肉馅儿搅碎，酸菜分批切碎，酸菜稍微剁一下就行，不用剁得太碎。切的时候就觉得这味道好香啊，因为我自己腌的酸菜没有特别的咸，所以我也没有冲水，就把它的这些汤汁挤干净，剁碎就可以。肉馅里加入料酒、酱油、蚝油、一点老抽、花椒大料泡的水，加13香也可以，搅拌它。肉馅呢要顺着一边搅拌，它这个水就能打进去，就能让这个肉馅鲜嫩多汁。放点麻油搅拌均匀，搅打上劲儿的肉馅放入葱花和姜末，然后泼油。酸菜馅的饺子油大一点比较好吃，肉和酸菜混合，我们就可以包饺子了。
包完了，准备煮饺子。煮水的过程当中呢，咱们去咱家这个小菜园摘俩黄瓜啊，给大家看看咱这个黄瓜长疯了，哎呦，这个嘚儿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卡住了。今天吃这俩黄瓜啊！别看咱这小菜园摇摇欲坠的，看着不咋样，但是咱每天都有黄瓜吃。水开了，咱就煮饺子，然后剩下的那些面和馅儿可以包起来冻起来。冻起来就是可以留着之后吃。冻的饺子呢，煮的时候要点3次水；新鲜的饺子呢，煮的时候点2次水。上次跟大家说，我们不是买了一个特别好用的气泡水机嘛，就是这个。我一开始是始于颜值，忠于性能啊，我们已经用了1个月了，然后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，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它有2个瓶子，一个是玻璃瓶，一个是塑料瓶。好，就是把这个插进去，一扭。关上门，就可以了。啊，这就是一个气泡水，这就是一瓶气泡水，超级好用。然后它这个后边是用那个蛋呀，然后它这个蛋我们现在已经打了22次了，一个那个大的那个气蛋。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，而且关键是它真的很漂亮，它不像是一个就是那种机器，它像是一个家装的软装装饰品，有没有？我超喜欢，超级无敌喜欢。所以今天我们气泡水配饺子，3盘大饺子啊，富贵那还有1盘，3盘大饺子，还有我们的菜园里摘的黄瓜，自产自销，自产自销。尝尝，富贵。咱们的酸菜饺子，自己做的酸菜包的饺子，好不好吃？自己种的黄瓜，自己种的黄瓜。好吃吗？好吃，真的好吃吗？真的好吃。咱这饺子非常非常的好吃。我跟你说，你绝对比那个。就是那2家好吃，那2家的酸菜饺子好吃。你看咱们这个嚼出来是有那个嚼劲儿，就是脆的。第一，酸菜加的多；第二呢，油大。酸菜馅饺子的特点就是要油大。我里面泼了个油，然后让这个激发了它这个葱和姜的香气。哇，太好吃了！太好吃了，超级无敌好吃啊！酸菜馅饺子，自己做的酸菜馅饺子。咱们黄瓜也好吃。黄瓜也好吃吗？酸度刚刚好，因为我自己鸡的酸菜盐没有放特别多，所以其实调肉馅的时候就是正常调馅，然后加上这个酸菜，简直了！怎么这么香啊？这个除了肉是别人养的，除了猪是别人养的，其他咱们这都是自己，真的好吃，太香了！不是，你终于成功了！我终于成功了，我觉得咱们还可以吃一次那个酸菜白肉锅。酸菜白肉锅。接下来呢，我要打算用酸高丽菜、酸豆角还有酸芥菜也做成不同的菜。今天我们来做酸菜鸭血啊。那鸭血呢是从林大哥农场拿回来的新鲜的鸭血，无添加的鸭血，拿回来已经是自然凝固了，我只需要切成块儿，然后把它煮熟。然后现在我们来炒酸菜。酸菜用的是我腌的芥菜，把它切成丝，要加一点猪肉进去，因为酸菜其实加点肉是比较好吃的。锅热以后喷一点油就可以，因为我们有猪肉，我们把猪肉下去爆香，去腥。猪肉煸到两面金黄了，我们放葱、姜、蒜、辣椒和花椒，一点点的老抽上色，然后我们下酸菜，
酸菜我们把它炒香，让它和猪肉里的油脂充分融合。然后我们加入水，加的是热水，所以呢，下去等它咕嘟开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放鸭血。简单的调一下味，加点酱油，然后再加点盐，盖上盖儿，炖煮一下就可以出锅了。酸菜炒鸭血，然后这个是我用做酸豆角的辣椒还有蒜做的泡椒凤爪，清炒了一个莴笋。无添加鸭血啊，鸭血真好吃啊，是不是啊？好吃吧？酸菜感觉就是一个非常万能的东西，炒什么都特别的下饭。那酸菜不错，是不是？对，这个酸度什么的，酸度也合适，也不咸，这就是自己做的好处，只是它不够咸，不用那么咸。泡椒凤爪，泡酸豆角的辣椒一点没浪费，全做泡椒凤爪了。酸菜鸭血不错，成功了。酸辣爽脆，你值得拥有。我把酸豆角切成了丁，今天我们要用它做一个米粉。那米粉呢，我用的是这一款，我一般是单独煮一锅米粉，因为它会让汤变得浑浊。肉末下去炒散，加一点料酒、酱油、酸豆角。其实这时候就是一盘很好的酸豆角炒肉末，但是因为我们要做成米粉，所以还要再加一点番茄，因为我喜欢吃酸味儿。把番茄炒出汤汁，番茄变软以后，我们加入热水。调味呢，我就简单的加一点盐。等它稍微熬煮一下，米粉也就煮好了，我们就可以把它组合在一起。米粉呢，它需要煮的时间稍微久一点，要不然它会有一个硬的芯儿。稍微煮一煮。还有我昨天做的糟卤，煮了点青菜，还放了半个蛋，撒了点我自己做的油泼辣子，也就是酸豆角肉末米粉。今天我们用酸高丽菜炒鸡胗。蒜片、葱花、干辣椒、花椒爆香。点酱油。调味加一点盐，快手菜，酸高丽菜炒鸡杂。这个高丽菜挺酸的，非常不错。最后一道酸菜的菜我们也做完了。那酸菜其实就是非常的万能啊。那我现在学会了做4种酸菜，那我就是4倍万能。拜拜。